大家好，我是可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可能影响很多长辈出行计划的话题。从2026年1月开始，一些国际机场的安检和登机流程可能会有些调整，尤其是如果您计划去日本、韩国或东南亚国家旅行，有些正在讨论的变化，或许会让您感到意外。这些讨论并不是说有什么新的便利或者更好的服务，而是关于一些可能会被调整或改变的事项。我特别想提醒咱们的长辈们提前留意。当然，这些规定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根据部分观察和预测，明年年初开始，某些机场可能会对65岁以上的旅客实施一些新的检查标准。这些调整主要是为了提升整体安检的效率和安全水平，但对于习惯了某种旅行方式的长辈来说，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小麻烦。那我们为什么要现在谈这个呢？很简单，如果咱们能提前知道可能会遇到什么，就能早早做好准备，免得到了机场才发现手忙脚乱，影响出游的好心情。在开始细说之前，记得订阅我们智慧康行的频道并点赞，这样您就能及时收到关于出行变化的最新提醒。咱们一起做有准备的旅行者。好，那我现在就从第一个很多人可能完全没想过的项目说起。讨论中的一个可能调整是，某些类型的鞋子在过安检时或许需要脱下来单独检查。您可能会觉得脱个鞋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对我们很多长辈来说，这可不一定是个小事。比如有些长辈膝盖不太好，弯腰本来就吃力，要是再遇上安检处没有座椅，只能扶着墙慢慢蹲下站起，整个过程不仅不方便，甚至还有摔倒的风险。讨论的场景主要是为了加强安检的准确性，一些亚洲的国际机场可能会要求年长旅客脱下特定款式的鞋子，特别是厚底鞋、带金属装饰的鞋或者靴子这类款式。为什么会这样讨论呢？因为发现这类鞋底较厚或者结构复杂的鞋子可能会影响扫描设备的判断，也不排除有隐藏物品的可能性。所以呀，如果您平时习惯穿气垫运动鞋、有拉链的短靴，或者鞋面有金属扣的款式，过安检时可能就需要多留出一些时间来处理。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在机场看到一位长辈，他穿了一双带金属扣的厚底鞋，过安检时花了10分钟。当时旁边没有椅子，他只能扶着墙壁慢慢蹲下去脱鞋，再很吃力地站起来，看着都替他觉得辛苦。所以如果这类检查在2026年真的变得更普遍，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想一想了。下次出国是不是可以选一双简单一点的布鞋、软底皮鞋或者容易穿脱的凉鞋，这样不仅能加快通关速度，自己也省力不少。接下来的2个可能的变化是关于随身携带的液体药物。很多长辈出门时会带一些常备药水，比如止痛药水、眼药水或者自己熬的中药补品。目前的规定是，液体容量不超过100毫升，装在透明夹链袋里，一般就可以通过。但预测，从2026年开始，部分国家的机场可能会要求年长旅客对携带的液体药物做更详细的申报，比如需要说明药物名称、用途，甚至出示医生处方。这不是不让您带，而是可能会多一道手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讨论呢？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正在加强对未明确标识液体的管理，尤其是那些装在分装小瓶里、没有原厂包装的液体。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如果您带的药水瓶上只有中文标签，安检人员可能会请您解释这是什么，为什么要带。如果咱们的英文不太流利，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尴尬，也耽误时间。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您习惯携带药水或保健液体，不如现在就准备一张小卡片，用英文或目的地国家的语言写清楚每种液体的名称、用途，必要时也可以把医生开的处方或说明书复印件带在身边。这样哪怕规定真的有变，咱们也能从容应对，不会一时慌乱。第3个正在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助行器具的检查。如果您平时需要借助拐杖、助行器或者轮椅出行，您可能已经习惯他们在安检时简单过一下扫描就好。
但根据一些看法，2026年可能会出现的变化是，这类辅助器具可能需要接受更仔细的检查，甚至需要拆卸部分结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些机场发现，极少数人可能利用中空的拐杖或助行器的收纳空间来藏匿物品，因此未来可能会加强对这类物品的检查力度。也就是说，如果您的拐杖是可拆卸式的，或者助行器带有储物功能，安检人员可能会请您打开让他们查看。这对本来行动就不太方便的长辈来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心理压力，因为您可能得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配合检查。我在机场曾见过一位用4脚拐的长辈，因为拐杖底部的橡胶垫可以打开，安检人员请他配合检查，但他手抖得厉害，自己实在操作不了，最后是旁边的家人帮忙才完成。所以如果您也使用助行器具，建议您在出发前先留意一下自己的器具是否容易被误认为有藏物空间，并且想好万一需要检查，怎样能快速配合。有时候简单和安检人员说明一下，我手不太稳，麻烦您帮我一下，他们通常也会乐意协助。第4个可能让您有点意外的变化，是关于携带食物上飞机。很多长辈出门喜欢带一点自己习惯吃的食物，比如1包肉干、几颗茶叶蛋，或者自家卤的豆干、鸡翅。这些东西不光是填肚子，更是一种安心，尤其是担心国外饮食不合胃口的时候。但讨论的一个趋势是，从2026年开始，部分亚洲国家的机场可能会对自制食品或没有密封包装的食品实施更严格的限制。这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是有些国家担心未经检验的食品可能携带病菌或寄生虫，特别是肉类制品；二是某些气味较重的食物在密闭机舱内可能引起其他乘客不适。所以如果您带的是工厂生产的真空包装食品，标签清晰，通常问题不大。但如果是用保鲜盒装的自制卤味，或者用塑料袋包着的自家晒的肉干，可能在安检时就会被要求丢弃。我听说有个实际的例子，一位长辈从某地飞往大阪，行李里放了5颗自己卤的茶叶蛋，心想路上饿了可以吃，结果在日本入境时被海关发现，不仅蛋全部扔掉，还被登记了1次提醒。所以如果您真的担心在国外吃不惯，不妨考虑带一些密封包装的饼干、小包装的速食点心或者即食麦片，这类食品一般不会引起麻烦。第5个讨论中的议题是关于携带药物的数量。如果您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出国时多带几天药量备用，这是非常合理的做法。但根据预测，2026年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是，当您携带的药量明显超过旅行天数时，可能需要提供额外的说明，比如医生的证明或处方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讨论呢？因为一些国家发现，有人可能以个人用药名义携带大量药品入境，实际上用于其他用途。也就是说，如果您去日本旅行7天，却带了30天份的高血压药，海关人员或许会询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这对习惯有备无患的长辈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解。但如果规定真的调整，咱们可能就需要稍微调整打包习惯了。我的建议是，如果您确实需要多带一些药，最好请医生开一份中英文对照的证明，写清楚您的病情、药品名称，以及为什么需要携带这个数量，这样即使被询问，也能很快说明情况。我记得在机场遇过一位长辈，他要去韩国10天，却带了整整3个月份的糖尿病药。他的想法是，万一航班延误，或者自己想多玩几天呢？结果在首尔机场，海关人员看他药量太多，就请他解释，长辈一时说不清楚，最后填了一张很详细的申报表才放行。所以提前准备一份证明，真的能省去不少现场沟通的周折。第6个可能的调整是关于某些类型的保健食品，很多长辈会带一些保健胶囊或药粉出国，像是维他命、鱼油或者中药配方制成的保健品。但预测，从2026年开始，一些国家可能会对含有特定成分的保健品加强管理，尤其是那些含有动物成分，或者在当地被归类为药品而非食品的制品。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对食品和药品的定义不太一样。
在本地可能算是保健食品的中药胶囊，到了别的国家，或许就被视为需要申报的药品。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您带的是有完整英文标签、成分标示清晰的维他命瓶，通常通关会比较顺利。但如果是自己分装的中药粉，或者只有中文标签的胶囊，海关人员可能就会请您详细说明内容物。我听过一个例子，一位长辈去新加坡看孩子，带了一罐自己配的养生粉，里面有灵芝、枸杞好几种材料。结果入境时，海关人员看到这罐没有标识的粉末，因为无法确认成分，只好请他当场丢掉。长辈觉得挺委屈，因为这些在本地都很常见，所以如果您常带保健品出国，建议尽量选择原厂包装、有英文标示的产品，并且保留购买单据。万一被询问，咱们可以出示证明，解释这些都是合法购买的普通保健食品。第7个正在讨论的话题是关于电子设备的充电线。现在大家出门少不了带手机、平板，还有一堆充电线、转接头和充电宝。您可能习惯把它们都收在一个袋子里，但根据一些看法，2026年可能出现的变化是，所有电子配件，包括充电线、转接器、充电宝，可能需要从包里单独拿出来，放在安检盘上接受检查。为什么会有这个讨论呢？因为一些机场发现，缠绕在一起的电线容易影响 X 光机的扫描效果，导致安检人员不得不人工开包检查。也就是说，如果您的充电线整理得整齐，可能很快通过。但如果5、6条线缠成一团，安检人员可能就得请您拿出来，一条条分开检查。这对不太熟悉电子产品的长辈来说，可能会有点头疼，因为可能自己也不记得包里到底有几条线，每条线是干嘛用的。我在机场见过一位长辈，他的背包侧袋里塞着3条充电线、2个转接头，还有一个充电宝，全都缠得像麻花一样。安检人员请他拿出来时，他手抖得解不开，最后还是旁边一位年轻人帮忙整理好的。所以我想建议，咱们出国前不妨花几分钟，把不同的充电线配件分别用小型料袋装好，每个袋子上贴个小标签，写上手机线、平板线、充电宝，这样就算需要拿出来检查，也能一眼看清，快速配合。第8个可能的变化是关于健康声明的填写。讨论中有一个议题，从2026年开始，部分亚洲国家的机场可能会要求65岁以上的旅客在入境时填写一份简单的健康状态声明表。这主要是因为在疫情之后，一些国家更重视入境旅客的健康监测，尤其是年长旅客可能面临的突发医疗状况。想象一下，当您抵达目的地机场，在入境柜台前可能需要填一张表格，说明自己是否有慢性病，是否正在服药，以及紧急联系人的信息。如果这张表只有英文或当地语言，而咱们又不太会写，可能就得花不少时间，或者需要找别人帮忙。我听说过一个例子，一位长辈去泰国玩，在曼谷机场入境时被要求填健康表，但他看不懂英文，现场一时也找不到能翻译的人，结果在柜台前站了快半小时，后面排队的人都很着急。如果这项要求真的实施，咱们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出发前用中英文写一张小小的健康信息卡，包括您的病史、常用药、过敏史以及紧急联系人的姓名电话。这样如果需要填表，直接照着抄就行，省时又省心。第9个讨论中的议题是关于机舱内的行动协助。目前，如果您在飞机上需要帮忙，比如请空服员从头顶行李舱取东西，或者需要轮椅推到洗手间，这类服务通常是免费的。但根据一些航空公司内部人员的说法，2026年可能出现的一个趋势是，部分低成本航空可能会将机舱内的个人化协助列为额外付费项目。这些航空公司认为，提供特别协助会增加人力成本，所以可能通过收费来平衡。也就是说，如果您搭乘的是传统航空公司，这类服务可能照旧免费。但如果您选择的是联航，或许就需要在订票时提前加购协助服务包。
我在网上看过有人分享，他带母亲搭某家联航，母亲需要轮椅去洗手间，但空服员说这项服务必须事先预约并付费。他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场面有点尴尬。所以，如果您常坐廉价航空，建议订票时仔细看看服务条款。如果有疑问，直接联系客服询问。我家里有长辈同行，可能需要机上协助，请问该怎么提前安排？这样就能避免上了飞机才发现服务需要另外收费的情况。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些，都还只是讨论和预测，并不是已经确定、正式公布的政策。这些可能的变化，也许只会在某些特定机场试点，也许推行方式会和讨论的有所不同，甚至也有可能最终不会实施。那我为什么还要特意提醒呢？因为咱们提前有个心理准备，总比到了机场才措手不及要好，您说是不是？如果您计划2026年出国，尤其是带长辈一起旅行，我建议在出发前1-2周，直接给您搭乘的航空公司打个电话，或者上官网查一查，问问他们有没有新的规定或建议。您可以这样问：我今年65岁以上，请问机场安检或登机流程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需要携带药品和助行器，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如果我们需要轮椅服务或其他协助，应该提前多久申请？简单几个问题，很可能为您省去不少麻烦。如果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记得订阅我们智慧康行的频道并点赞，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关于旅行规定、机场动态和各种实用建议的最新消息。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最关心哪一项可能的变化，或者您还有什么其他想了解的出行资讯。您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成为我们下一期视频的主题，帮助更多和您一样的长辈安心出行。最后我想说，旅行本该是一件开心的事，不该因为一些未知的规定而变成负担。只要我们提前留心，适当准备，保持信息更新，就能更从容、更有尊严地享受每一段旅程。谢谢您收看这一期内容，我是可盈，祝您和家人在2026年的每一次出行都平安、顺利、愉快。